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二课，主格和直接受格。好，那么这个主格其实有点像咱们中文里面说的这个主语哈。大家知道这个主语就是表明一个主词啊，就是比如说我在上课哈，我去上课，那这个我就是一个主词嘛，它就是一个主格，对吧？我去就是一个动词，上课啊，上课可以说可以说这个宾语是吧？那大概就是在这个句子的，它这个格主要是指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它在这个句子当中，比如说这个小张把那个笔给了我，虽然这个也是我给了我，对吧？虽然这个句子里面小张把那个笔给了我，那虽然那个我和我说我去餐馆吃饭，都是我，但是他的那个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对吧？我说我去餐馆吃饭，那个我是一个主语，对吧？我是一个动作的发起人，我去干嘛干嘛。那小张把那个东西给我，那我就变成这个动词的接受者了啊，就我就不是主语了，主语变成了这个小张，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对，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格，其实就是指它在这个词啊，它在这个句子里面它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它的在句子里面的一个成分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会在希腊文当中呢特别讲到这个格变化啊，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格，这个主格就是表明它是一个主词。那主词的话，它如果带一个动词啊，比如说是什么什么，那么这个叫数词主格啊，所以这个动词就变成了数词主格。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就是像 is 啊，这些都是数词主格。中文就是用是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那这就是一个术语，这个我们叫谓语动词是吧？一个术语动词。好，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希腊文它的主格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直接受格，我们先来看这个主格。那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就是在我们课本哈这个第6课的这个解经亮光里面哈，那在这个里面呢，谁是主格呢？我们讲，比如说那中文里面说神就是道，是吧？神就是道。好，那么在这个句子当中呢，这个 Kyle 哈，就是和它这个连接词啊，这个 Theos 是神啊，是一个神 ，N 啊，这是是啊，然后呢 Ho Logos 啊 ，Logos 就是道嘛哈，那这个 Ho 呢，我们后面会讲，它是一个冠词。好，那么这个里面的主格是谁呢？如果你从中文来看哈，好像是神，对吧？神就是道嘛，对吧？但是其实希腊文里面它的这个主格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主格啊，它前面一般会加一个冠词啊，这是个定冠词，这个 how， 所以那在英文里面也很清楚，就有个 the 嘛，对吧？所以其实这个道才是主格啊，就是它是表明它是主词啊，它是有定冠词，所以我们应该更好的翻译是这个道就是这个神，对吧？好，但是为什么在这里面哈，他会把这个 Theos 这个神放到前面，而不是把这个道放在前面？而且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也是翻译为神就是道，而且你看英文也是这样哈 ，God was the word 哈，是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神前面没有一个冠词呢？为什么神前面不加个冠词呢？如果我们中文要翻译为冠词的话，就写一个这嘛，对吧？神就是这道哈，会加一个这。当我们这个和合本是没有把这个翻出来它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其实这里面是有神学含义的哈。那我跟大家来讲讲，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它的语序其实不那么重要就是说你把主词放在前面、放在后面都可以就是主格放在这个句子前面、后面都可以。那中文就不行，中文跟英文在这方面有点困难因为我们中文你看的话你说神就是道和道就是神，
那个主词有点不大一样啊。但是对于希腊文，它的这个顺序不是那么重要，它透过它的这个冠词加上这个主词就能够让你看得很清楚，因为只有定冠词加上它，这个就表明是一个主词主格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你不会搞混，所以这个 hologos 放在哪都可以。好，那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提了哈，为什么这个神前面没有加定冠词呢？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它的一个这个顺序很重要呢？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给大家讲了几个哈，如果这个神前面也加一个冠词啊，比如说我们中文就翻译哈，这道就是这神啊。当然我们讲这个神的时候，其实是指父嘛，对吧？指到这个父神嘛。那这个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萨伯留主义就是说到这个耶稣基督其实就他也是否认三位一体就是其实是父神变成了圣子来到我们当中父变成了子，子最后又变成圣灵又回去了所以在这里如果加了一个特指的这个神的话呢，那就把这个道和这个神完全的对等起来，就变成了耶稣就是父神那这个就有麻烦了所以这个神前面是不能加这个定冠词的。好，那如果他说那如果我把这个顺序稍微把它变一下，把这个 hologos 放在前面呢，在这个当中虽然我们说它的这个顺序不影响它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放到前面的话，它其实是表明一个正常的语序如果你把它颠倒的话，是一个强调的就是说我是强调那个神放在前面。但是在这里，如果他按照这个正常的语序把这个 hologos 放在前面，也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把这个 theos 放到后面的话，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只有这个定冠词，没有不定冠词，所以它如果前面没有一个定冠词的话，那我们翻译的时候它是可以用不定冠词来加上去的就是说这个神这个话语是一个神你看英文里面就是 was a god， 就是一个神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好像觉得这个神呢他就这个道就我们讲的圣子耶稣，他是更低级的一个神他只是一个小写的记在这里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亚流主义，也是现在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那个所谓新世界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神其中一个，所以是神创造了很多，他其中一个而已。那么这样的话就贬低了基督的这个位格，是吧？那我们正统的神学呢，就是这个 theos 放在前面and hologos 是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所以他把这个 God 放前面。好，我们在这里翻译的时候，其实这个语序是反过来的然后也没有加这个定冠词，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的这段经文它其实有很强的三一论的这个，你不能随便加冠词的你也不能随便的颠倒语序如果这个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误解就耶稣他的一个位格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它这个格和它的这个定冠词的一个重要性，在解经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格讲讲这个主格就这个主词怎么来表达它是这个主格。那在希腊文当中呢，讲到这个主格的时候它就是透过加字尾来表明它是什么格你看我们中文是透过语序，刚才我讲的我去餐馆吃饭和小张把那个东西给我，虽然都是我，但是它在句子里边的位置不同就表明它的词它是主语还是谓语还是宾语就不一样，对吧？中文是透过语序来去表明它的这个所谓的格吧，但是希腊文不是，希腊文是透过这个单词的字尾来表明它是主格还是受词的还是受格那
如果是一个主格的话呢，就是它表明主词的话，它后面的字尾是这个 sigma 啊，这个 sigma 是一个我们之前讲的哈，那个 sigma 它本来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它如果加在字尾的话，就变成像这样的一个 s 一样的哈啊，这个还记得哈，它的字尾形式啊，所以如果它是一个加一个 s 的话，那是 s 结尾的哈 ，sigma 结尾的，那么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主词。那怎么表明它是个受词呢？受词的话，它后面就加了这个 new 啊，就是受词。好，我给大家看一个句子啊，比如我们看中文也说啊，这位使徒差遣那位使徒啊，所以在中文里面，这位使徒肯定就是主语，差遣就是谓语啊，那个受词呢就是宾语，就是说是动作的承受者，就是那位使徒，对吧？啊，所以很清楚，这位使徒是主语，那位使徒是受词是宾语。那中文是看不出，它只能透过这个句子的顺序来表明它是主语还是宾语。但是在希腊文当中是透过加这个字尾来表达，所以这个使徒它就是这个 ho 是这个的意思啊，这个 apostolos， 你看使徒 apostolos， 它后面是这个加了 sigma 哈，那就表明它是一个主词啊 ，pampe 哈，这是差遣啊，那 tons 也是一个主词啊，这也是一个定冠词。然后呢，apostolon， 所以你看，一个是 apostolos， 一个是 apostolon， 所以这两个里面它的区别是什么啊？就是一个是 sigma 结尾的，一个是 new 结尾的，对不对啊？所以它就透过不同的字尾来让你知道说哪一个是主词，哪一个是受词啊，这个明白吗？到这里大家没什么问题，可以理解这个吗？各字尾。老师呢，您就说这个就是后面加 s 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位，没有加 s 的就是那一位，是这意思吗？这个这和那是这个一个后一个痛，这是这个定冠词，它翻译起来都是一样，都是使徒和使徒啊，就这两个使徒都是使徒，只不过它用不同的字尾形式表明这个字呢，这个使徒啊，这个字是一个主词，这个呢是一个受词，是这样意思。哦，好，谢谢。对，所以你就记住了，你怎么去辨别一个句子里面哪一个是主词，哪个是受词，就是透过它的字尾的形式来辨别的。而这个字尾去掉呢，那剩下的我们就是叫字干哈。这个如果你学过希腊文就知道什么是字干了哈。字干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不变化的，就所有的字尾或者是字首都是在它前面加或后面加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logos， 它的字干就是 logo 就是字干。那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面哈，尤其是单词表里面，它会有个星号，星号标出来的这个就是字干，就告诉你这个词啊，它的字干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字干背下来啊，因为字干你知道的话，你在加字尾、加字首的时候，你就清楚了它是怎么变的。好，那这个字干最主要就是承载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哈。就 logo 就是这个话，说话这个话啊。好，那除了一个字呢，除了它的字干之外呢，它还有性别哈。这个我们在希伯来文也讲过，希伯来文只不过它只有阳性跟阴性哈。希腊文里面呢还有中性啊，所以这个阳性、阴性和中性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也是透过字尾啊，也是透过字尾。那它的这个性别哈，之前我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语法性别，它不一定是自然性别啊。所以这个阳性、中性和阴性，它只是为了在语法上来区分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罪哈，罪人，罪它是一个阳性字，但是并不代表说罪人都是男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它只是一个语法性别。那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它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字尾，阳性的字尾是以这个 os 结尾的，中性的是 on 结尾的，
阴性的就是 A 啊，或是 alpha 是 R，A 或 R 来结尾的啊。一般来说，一个字呢，它要么就是阳性啊，要么就是这个阴性啊，要么是中性哈，它很少是几个性别都一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背单词的时候呢，一般也就会能知道这个词是哪个性别。这个性别的字尾大家知道了。那除了性别之外，你说如果还有就是加上数量呢，单数、复数，你看在英文里面哈，就是加 s 或加 es 嘛，对吧？中文就加个 men， 是不是啊？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它也是用不同的格字尾来表明这个它是单数还是复数。一般来说呢，单数的话就是我们平时背的这个阳性的这个字典型哈 ，apostolos 好，那这就是单数。如果它要变成复数呢，它这个 s 就变成这个 iota 变成了 i， 就变成了 apostoloi apostoloi， 所以 apostoloi 就变成了一个复数了啊。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个双数，对不对？有单数、双数和复数哈。那在希腊文里面就只有单数跟复数，就出了一个就是多数的。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格变式呢，我们会讲哈，格变式它其实对意义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说它怎么变，它的意思都不会改变，只是字形会变化。那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格变式，我们讲有点像英文里面的这个变化形式哈。我们比如说在英文里面你要加复数，我们一般就是什么加 s 嘛，对吧？那这是一种情况，都加 s， 但是有些时候你发现它不是加 s 啊，比如说男人 man 变成了 man 哈，就是 man 变成 men， 那个 a 变成 e， 那这种就是一个特例哈，就是它不是直接加 man 后面加 s 对吧？而是 a 变成了 e， 那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变化，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第二种变化。所以希腊文也是一样，它有第一种就是一种类型的。大部分的是这样变，但是还有第二种的一种类型的变化，然后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变化。那英文里面也有啊，第三种对吧？比如加 es 的对吧？所以加 s 加 es， 有的时候 a 还可以变成 e， 所以它也是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的，它是有不同的格变式那不管哪一种变化都不会影响它的意思，只会影响它的字形。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会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变化就叫做第一格变式。这种格变式变化的特点是什么？一般来说，它的字干是以阿尔法或 eta 为结尾的，就是凡是以阿尔法和 eta 为结尾的这个名词的这个字干这种字，它的变化方式都遵循第一种变化模式，就是遵循第一格变式所以而且呢，它主要这些词呢，主要都是这个阴性词而且没有格字尾，像格拉费尔、holda 等等这些词都是遵循第一格变式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它以 alpha、eta 结尾，主要是阴性的字，而且没有格字尾的所以比如说这个叫 hey holda 那就是说时候，这个时候 st 是 new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现在所以这个它这个hora 那它这个是以阿尔法为结尾的，那这个时间这个时候这个名词它以阿尔法结尾，它就属于第一格变式这个就知道了那还有第二格变式呢？第二格变式就是以 omicron 结尾的，就是第二格变式所以区分第一和第二格变式主要就是看到字干结尾第一格变式是 alpha 和 eta， 第二格变式是 omicron。那这个大部分都是阳性字或者中性字那它都是就是 omicron 结尾的这个名词大部分是阳性或中性字，所以它是用第二格变式的字尾。比如说这个 apostolos、aragon 那这两个就都是这个第二格变式第二格变式动词它的这个主词的格字尾是 sigma 这个大家要知道
就像我们这里讲的后apostolos 啊，你看它是以 omicron 结尾的，它的格子尾是 sigma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要遵循的是第二格变式的变化。啊 ，lege ton logon， 好 ，lege 就是他说话，说这些话，啊，这个使徒说这些话，啊，所以这个名词 apostolos 就是遵循第二个变式。好，那第三格变式呢，就是如果这个名词的字干是以子音结尾的啊，刚才你发现的第一格变式 alpha eta， 第二个变式 omicron， 它都是一个元音，对吧？啊，都是元音。那如果是以子音结尾的话，那就是第三格变式。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名词只可能属于一个格变式，因为它要么是 alpha 结尾，要么是 eta 结尾，要么 omicron 结尾，要么是子音结尾，它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啊，当然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格变式哈，是这个是无格变式，我写错了，没有格变式的。这些没有格变式的，就是人名、地名哈，特指的这些或外来语特主的词，这些以色列哈，这个以色列啊，那这个都是没有格变式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来去，这第三格变式到后面才会学哈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来去看第一格变式怎么变，第二格变式怎么变，第三格变式怎么变。你现在主要是要记得这个规则，因为当你把那个格变式，就是说它第一怎么变，第二怎么变，第三怎么变，已经背下来以后呢，你拿到一个单词，你就去看它是 alpha 结尾了还是 eta， 就那个字干还是子音结尾了，你就能知道说我按照哪一套标准来变化。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继续就要讲这个主格了那么这个主格我们刚刚讲的是 sigma 结尾的嘛，对不对嘛？就是表明这个字是在句子当中是做主词也是说它是动词的这个发起者。好，一般都是这样主语就是这样嘛，对吧？好，那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它前面会加个 sigma， 所以这个 ho theos ho 就是冠词这个 theos 这个是 sigma 结尾的那这个你就很知道它是主词了。agapa 这个就是爱ton cosmon。那这里我们刚刚也讲了，那个如果它是一个受词，它是以 new 结尾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cosmon 它原来是 cosmos 那这就变成了 cosmon。是以 new 结尾的，那它的这个冠词跟它也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new 结尾的，它都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表明它的句子当中谁是主语，谁是这个宾语，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主词是最容易就是说辨认的，对吧？你只要看它是 sigma 结尾了，你就知道它是这个主词了。好，那么直接受格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像这个 cosmon 这些，它就表明这个字是动词的直接受词，就是它是动作的接受者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就是爱的接受者嘛，对吧？神是发出这个爱的发起者，这个动词的发起者所以在这个当中呢，那个直接受词我们讲的是 new 结尾嘛，它也可以放在前面，比如这里是 Christon 这里你看它就是讲的这个耶稣，这个基督嘛。基督的话在这里它用的是 new 结尾，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受词，表明什么呢表明他是一个动作的接受者，不是发起者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中文的语序是很重要的，来表明谁是主语谁是这个宾语，对吧？所以我们中文的语序翻译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展现出来。这个 ho theos 你看它放到后面去了，对吧？这个 theos 还是这个主词，但是它放在句子的后面也不影响它的是主词agapa 还是 agapa， 所以还是爱这没有变化。所以这里到底是谁在爱谁呢？谁是主语谁是这个宾语呢？对，你就神是主词，对吧？主语，所以你这个时候翻译还是应该翻译为神爱基督，对不对？基督，对，所以你看这个翻译咱们中文就必须要透过主词来去这个把它放在句首，把它放在前面，来表明它是主词。所以你翻译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神放到前面。所以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决定它是主词还是受词的，不是它的语序，
不像中文一样，唯一的途径就是看字尾，隔字尾啊，这个懂了吧？所以这4句话呢，翻译起来中文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中文的语序一旦错了，比如神爱世人，那这个你表达神是主语，世人是宾语，爱是谓语动词，你就不能变了，你不能把世人放前面，你看世人爱神，那就完全变了嘛，对不对？但是对于希腊文来说无所谓，放哪都行啊。你可以把神放在前面 theos 神 agapa 爱 ton cosmo 爱世人，可以。你也可以把 agapa 放在前面，把这个爱放最前面，然后 ton cosmo theo 啊，就是 theos 啊，就是爱这个世界哈，然后这个世人，然后这个神，你是可以翻译，但你翻译中文你还是要翻译神爱世人。你也可以把这个世界世人放在前面 theos 啊，agapa 放后面神爱，还是一样的翻译，或者是 agapa 放在 theo， 你这个4个词反正你怎么变都行，只要这个 ton cosmo 它是一起的啊，它是一个就是定冠词加上这个名词嘛，它是一个整体，这个要不能拆开。除了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变化了啊，所以不影响它的这个意思。这个跟希伯来文是很像的哈，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是要看它的字尾来表明它的这个在句子当中的一个角色啊，而不是像中文是透过语序来决定的啊。所以字尾大家要搞清楚，你才能够分辨到底谁是主词。这个明不明白？明白。老师，请说。老师，就是它调换顺序的话，会有强调吗？就是它的强调会改变吗？一般来说，如果它不按照正常的顺序的话，它是有强调的一个意味在当中的这一点是对的，就是它可能是想要有强调，就是放在前面的会比较是强调的一个部分。对，好，对，那这个正常的语序我们后面也会看哈，就是跟希伯来文是很像的他们都是强调动词的但是呢如果他把其他的放在前面，尤其是把这个受词放在前面，他可能就是要强调这个受词。好，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就是字典型，这个跟希伯来文是一样的。字典型就是在字典里面出现的形式我们就是所谓的单数的主格字形，就是字典型。那你查字典的时候，比如你要看这个 cosmo 你首先要能够把它还原为字典型，然后你才去查，你才知道才能查得到。你在字典里是查不到 cosmo 这个字的，你必须把它还原为字典型就是要把它变成单数主格那这个主格都是sigma 结尾的嘛就是 cosmos， 所以 cosmos 是它的字典型，所以你去查的时候，你要查 cosmos，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就是世界世界的意思。那这个 cosmo 因为它是受词嘛，这个是nu 结尾的，对吧？所以它是单数的，然后呢是一个直接的受格所以你要把它还原为字典型，你才能查字典，才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单词那个都是字典型就是让大家背的单词也都是字典型这个有没有问题？老师，字典型是哪一个格呢？是哪单数主格字典型，就这个单数主格是字典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背字尾变化？就是你要学会把它还原因为你看到这个词你不认识，你不能把它还原的话，你就查不到字典，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最困难的地方了，就是要背字尾变化了，隔字尾变化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了。好，所以后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总表那个我是不是已经发给大家了？我之前好像上节课就发给大家了，有一个表格，就是整个字尾变化的总表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慢慢一点一点在讲它是怎么来的，到最后所有的其实就是那个总表，大家要背的就是那个总表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表，隔字尾变化表
这个上面你可以怎么看啊？所以就有所谓的主格，因为有分单数跟复数嘛，还好没有双数，不然又多加2行哈。所以只有单数跟复数是吧？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主格哪一个是主语啊，受格啊，就哪一个是这个宾语，对不对？啊，受词啊，所以主格单数，主格复数啊，受词这里我们讲的是直接受词，我们后面还会讲间接受词。直接受词就是这个动作直接的承受者啊，直接受词，直接受词单数和直接受词复数，是吧？啊，然后呢，这个有，因为它还有阳阴中哈，它还有中性的，所以它有3个性别啊，所以阳性、阴性和中性。然后这个21啊是指它的格变式，第二格变式、第一格变式和第二格变式啊，所以它会这个那第3格变式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会单独讲，大部分都是第一格变式和第二格变式。好，那么是这样啊。那在这里你看到它的这个里面还有个下划线哈，这个阿尔法下面有一条短横线，就表示它是没有格字尾的。不是，这个是没有格字尾的，就是说它这个直接就是以它的字干就结尾了。那这个下划线，阿尔法下面下划线是表明它的格字尾和它的最后一个这个母音哈是合到一起的。啊，那这个就是这样，这个是不带母音的哈，这个所以就是单纯的格字尾。那单纯的格字尾你要怎么背呢？就比较难背哈，因为它没办法发音啊，是不是？啊，那一般我们背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加上一个母音啊，加上母音的话，你在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啊。那这些这个单词后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啊，就是你可以把单词也放进去。那如果加上格字尾的话，加上这个母音的话，我们的背诵的话，就是把这个直接就是字尾这个背下来，就是这个是 os、on、oil、us。那这个都是第二个变式哈，因为它是 omicron 结尾嘛，对吧？是第二个变式，阳性的。阴性的呢是第一个变式的哈，是 alpha 和 eta 结尾的，所以只有 a、n、i、us。好，然后呢是中性的，中性的呢这个也是 omicron 结尾的啊，所以它也是第二个变式，就是 on、r、r。啊，所以你怎么背，你就这样背 os、on、oi、us、a、n、i、us、on、r、r。能理解不？就是这样背啊。当然，你也可以背一个单词，你把单词加到里面啊。那如果我们以单词加到里边的话，我们就会以 logos 哈为例哈，在第二个变式的这个阳性单数 logos， 这是主格，它如果变成直接受格，就是不是 os on 嘛，就变成老公。然后呢，这个 oi 就是老过，也是变复数嘛。然后直接受词的复数就是logos。所以你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单词背到里面 ，logos、logon、logoi、logos， 就是这样背。好，那这个阴性的呢，比如说我们以这个graphe 或者是 hora 这2个字来举例子，好，因为它一个是 eta 结尾的，一个是 alpha 结尾，对吧？这个都第一个变式啊，刚好就是2个以 eta 和 alpha 结尾的都有了。好，那你就一个一个背，比如说 Gadafe、Gadafin、Gadafen， 好，然后 Gadafas、Hora、Horan、Horai、Horas， 就这样背啊。那这个中性呢，我们用是 Aragon 啊 ，Aragon 是这个工作的意思啊。那它刚才我们是 on、r 嘛，对吧？所以就是 Aragon 这2个是一样的，就是它的主格和受词都是长得一样的。啊，那后面也是 erga 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直接在它上面后面加这个字尾，就是这样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个表能不能看懂？它是怎么变的？老师啊，嗯。老师忘了阴跟阳有什么区别？阴跟阳有什么区别？
啊为什么要阴？为什么要阳？就同样一个词。哦，那这个没有为什么，它这个字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如果这个字是阳性的词，你就按照阳性的来变化；如果是阴性的词，就按阴性变化；如果是中性的词，就按中性变化。这里面只是给大家举这几个例子。logos 是阳性的单词，这两个都是阴性单词。这个 ergon 是一个中性的词。那所以如果你下一次遇到其他另外一个词，它是阳性的，你就按照这个变。如果它是这个按照这个第二格变式嘛。那如果是阴性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变；中性的话就按照这个变。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也要知道它的性别？就你不知道它的性别，你就很难知道怎么样变。那比较好的就是说它的性别跟这个格变式呢，很多时候是联系到一块的。像 logos 这个阳性，它一般就是这个 omicron 结尾的这个枝干所以它就是以遵循第二格变式然后阴性的话，这些 alpha 和 eta 结尾的很多是阴性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是说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忆那哪些词是中性的词，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循，那你就只能看字典，你看它到底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的如果这个 ergon 是一个阳性的词，它就要用这套字尾来变化了你理解了吧？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也是我们就这个我们这样读，竖着这样读，然后呢你平时自己背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背。如果你想更方便，就是背这个字尾 os on oi os 就是这样那你用这个单词呢，就是把它这个相当于就拼到一起，看你哪一种方式你更好背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你得背，不然的话你看到句子的时候，你透过字尾你不认识它是哪一个类别的你就没办法判断它是主格还是受格还是单数还是复数所以这个一定要背下来。好，然后呢老师 ，sorry，我这有个问题你就像是最后一个那个中性 ego，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您刚才说了一个，它也有这个阳性，那么阳性是不是阳性？不，它没有阳性，它没有，就一个词，它要么是阳性，要么是阴性，要么是中性。我说假如说这个词是阳性的话，但是它不是嘛？这里就是特定死，就是已经就是定死了，这个词只有一个性，对，要么中性。对，要么词是阳性，要么阴性，要么中性，它不可能又是阳性又是阴性的。不可能是由几个性来产生的。对。对，所以这个性它的用法是怎么用的呢？你比如说，男的他。没有，它跟你不要想男的他女的他，那个跟自然性别没有关系，跟自然性别没有关系。对，它就是叫语法性别。那它有这个性别的区分，其实是为了它有几套不同的变化。它因为到后面它需要这个就是说，因为它要加冠词动词这些所有的格字尾都要统一的嘛，所以用这种方式就能够区分它的这个到底是在修饰哪一个字所以阳性、阴性、中性完全是出于这个语法的要求来变化的，跟自然性别没有关系。好的，知道，谢谢。对，当然自然性别除了就是你说那个讲到耶稣的时候讲，那当然它都是用阳性那这个是跟自然性别是统一的，是一样的但并不是意味着说所有的语法的性别阳性就是表明是男的，不是这个意思对。那我们就一起读了我们就一次就是竖着这个读读这4个就是 logos、logon、logoi、logus那这样的话你就多背几次，你就把背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字尾相当于也都背到里面去了那我就读一遍，大家跟我读一遍，我们就竖着这样先读第一列的这个阳性第二个变式的阳性，好不好？好，我们来读我读一次，你们给我读一次logos logon logoi
logos， 好，然后再读阴性的哈 graphe graphen graphie graphos。啊，接下来这边这个上面有一个，你看有7号啊，所以它有个呵在里面是吧？所以这个是 ho 啊 hora 啊 horan 啊，这个是相当于是 an 对不对？啊 horan， 这是 horais 啊 horas。好，最后是这个中性的 ergon erga。好，这个 OK 吧？这个能看懂吧？哈，这个表，对，关键就是要背啊。如果你背这个字尾表也行啊 ，os on oi us 啊 ，a n i s on r 啊就行了。啊，一定要熟记哈，不然后面又没办法学了啊。因为我们后面要背很多很多这种变化表，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入门、刚开始的第一个。好，那我们讲语法分析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字啊，它有几种，你就说一个字你要把它分析出来，怎么分析呢？它是什么格？它是单数、复数、阳性、中性还是阴性？它的字典性是什么？它变化后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词呢都要把这至少5点都能够搞明白。比如说给你一个字 logos 呢，你就知道哦，这是一个直接受格，是一个复数，是个阳性，它是来自于字典型 logos， 它的意思呢是话啊。当然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复数，那英文里面是写 words 对吧？中文就是话就好了啊。所以你就要知道它怎么变过来了，它是直接受格，复数，阳性，来自于字典型 logos。啊，那你说，哎，那这个中性呢，你咋办呢？中性的这两个长得一样的，对不对嘛？那做语法分析的时候，你就把它两个都写出来，啊，就是因为它的主格和直接受格单数是一样，复数也是一样，所以你做语法分析的时候，你都把它写出来。比如说 ergon， 你就说它是主格或者直接受格啊，是单数，所以中性词只是单数、复数不一样而已，啊。这个你就知道了哈，然后它的字典型 ergon 意思就是工作或者行为啊，所以字典型所以中性的话，你这两个都要把它写出来。好，这个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哈，这个名词的规则，名词有8大规则，是我们刚刚学了3个，哪3个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了阿尔法、艾塔结尾的是以第一个变式啊，记住啊。奥密克戎结尾的是第2个变式，其他的是以为子音的结尾的是第3个变式，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然后你就会给你一个词，你就看首先它是属于哪个格变式，对吧？然后呢是阳性还是阴性，然后透过这个，哎，你就知道该怎么加字尾了，这个就理解了吧？啊，所有的单词你就可以按照那个字尾去把它变了。好，所以这是名词的第一个规则，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阿尔法、艾塔。所以我们这里为什么是阿尔法、艾塔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是2个？你看 hora 和 graphe 也是以阿尔法和艾塔结尾的，对吧？所以这个就表明就是你这2种情况都帮你列举出来啊，那它都是属于这个第一个变式的。好，这没有问题啊。阿尔法、艾塔第一个变式，奥密克戎第2个变式，子音是第3个变式。好。第2个规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那个中性名词是吧？它主格和直接受格是一样的啊，呼格后面我会讲，是另外一个格啊，它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只分单复数不一样，对吧？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啊，那个 a 那个啊，这个 on 是吧？你就知道它，所以这一个。ergon 呢，它可以是主格，也可以是直接受格，啊，但是你也知道它是单数就行了。如果是 r 结尾的 erga 啊，那就是复数，
这第二个规则，这个有没有问题？第三个规则呢，就是几乎所有的中性名词，它的复数主格直接受就是复数的这个结尾都是这个 r 阿尔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哈，它的这个复数的结尾是阿尔法，这个 erga 这个阿尔法结尾erga 就是这个你就知道怎么来判断它是一个中性的复数，就是阿尔法结尾。好 ，OK， 这还是比较简单吧，是吧？好，然后我们再讲一点点，我们就休息。接下来就讲这个定冠词。定冠词呢，是特指的，就是说这个嘛，这个那个。这些那些，对吧？这我们说的是所谓的定冠词，对吧？那么这个定冠词呢，你就都要把它背下来了所有的这个定冠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中文的翻译，比如单数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个主格嘛，就这，其实都是这受格中文看不出来这个受格，反正都是这那当然复数就是这些那些，是吧？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这三个翻译都是这三个翻译都是也是这或者是那这是这些，这是那些，只不过它的字形不一样而已，意思都是一样的你理解这个字形变化，它主要是区分在这个句子的功能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变化，它不影响它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这些，你都知道，这英文里面更是一样，英文就一个the 对吧？定冠词就是 the 对吧？就没了它没有什么变化 ，the 就是 the。但是在这个希腊文当中，那这些你可以都翻译为 the。当然，英文复数还没有 the， 就是还是 the 对吧？所以英文都是翻译为 the， 但是希腊文它就有这么多变化所以这些你要单独把它记下来，因为它要跟着名词要统一的，后面我们会看所以怎么背呢？也是一样的。按照这个顺序，第二个辨识的就是 ho tone 然后呢这个 hoi 和 tus， 或者你横着背也可以ho he to tone te to hoi hai ta 然后 tois tas ta， 你竖着背也可以，反正你不管横着背还是竖着背，你要做到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出来，这个 hi 是什么？虽然都是 the， 但是你要告诉我它是主格复数，然后呢这个阴性的这个定冠词。你懂了吧？因为它要配合着那个名词如果它修饰一个名词是主格复数阴性的，就得用这个；如果修饰的名词是一个主格单数中性的，就得用这个懂了吧？所以意思不变，都是定冠词 the， 但是它的字形会跟着它修饰的名词而改变。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记。没有任何办法，这个就得背所以这个定冠词跟刚才我们背的那个名词就 logos 那个 graphe 那些合到一块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要这节课我们需要背的东西了就是把这个定冠词和这个名词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一个短语，就是这个道，这个道。那我们中文可能说复数就是这些道这些话或这些话，那英文都是the然后呢这些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大概都是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它的希腊文会不一样那我们记的时候，就是你把定冠词跟这个字尾变化这个名词的字尾变化一起背下来。这样的话，你都背下来了，你定冠词也背下来了，你的这个也都背下来。怎么背呢？就这样读比如说这个就是 ho logos ton logon hoi logoi tus lotus， 你看它很押韵的，因为它的这个字尾变化是统一的所以它为什么这样？它读的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它就透过这个相似的读音就能够知道你到底在修饰哪一个词。
你到底指的是这个桌子还是那个桌子，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他透过这个就能听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会儿也会一起读哈，这 ho logos ton logon hoi logoi tus lotos logos 啊，就是这样。好，那么这个呢，阴性呢就是 he， 这是 he 哈，这前面这是一个有7号 he hora ten hora hi hora tas horas 啊，那这个阴性呢也是一样的，这个这另外一个啊，这个 eta 结尾的哈，它都是这个定冠词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he 哈 he 疙瘩 fe ten 疙瘩 fen hi 疙瘩 fi tas 疙瘩 fas， 你看它都是字尾都是统一的，是吧？读起来很押韵哈，对吧？好，那么这个中性也是哈 to ta ta 啊，它都是啊，对不对？这个字尾是吧？啊，所以就是 to ergon 啊 to ergon to ergon ta erga 啊 ta erga 就是这样。所以你背的时候呢，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表背下来，你就是又把定冠词背下来，也把它的字尾变化背下来了。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咱们就读啊，多读，然后呢，你就回去背啊。好，那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我们就要竖着哈，这样一个一个把它背下来，把它读下啊。我读一遍，大家读一遍，好吧？好，我们来读哈 ，ho logos logos ton logon to logon hoi logoi hoi logo tus logos tus logos 好，再读这个 he hora he hora ten horan ten hora hi horai hi hora tas horas tas hora 好，另外一个 he graphe he graphe ten graphen ten graphen ten graphen hi grapha hi graphi tas graphas tas graphas 好，中性的 to erg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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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ta er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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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要背啊。然后呢，我们讲这个翻译怎么翻译哈。那这个中文跟英文翻译有点不大一样。英文的翻译其实比较容易，它就按照它的顺序就可以翻了。中文的时候有时候要调一下顺序啊。比如说这个 theos 啊，这是神 ，sosi 啊 ，sosi 是旧的意思 ，puso has 啊，puso has 这个是指这个灵魂。好，那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呢，这个你要把它先切分啊，就说我主语一个部分啊，动词一个部分，后面这个宾语是一个部分，大概都就是这样啊。好，所以你为什么要了解它的这个主词啊什么的，对吧？为什么要知道主格？你这样才能把句子划分出来，对吧？好。那就是如果有冠词的话，比如说这个ho theos， 哎，这个就有个冠词，就是一个特指的。你英文翻译就加个 the， 对不对？但是我们中文呢，就写个这或怎么样。那一般来说，它的有冠词的话，那定冠词跟它的修饰的名词是一个整体，是不分开的。啊，就特指了这个神啊，拯救灵魂。是吧？但是我们中文呢，因为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复数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复数，你就无所谓，你就灵魂就是灵魂。它英文的话要加个 s souls 哈，所以这个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话呢，就不重于这个不需要突出它的单复数了。好，那么冠词的翻译呢？我们中文呢翻译呢，其实有点混淆了，因为英文里面是加 the 很容易，中文的话讲到这个那个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容易，就是说这个是可以中文里面是可以当冠词用啊，这个那个，
但是呢，在英文里面和希腊文当中，其实这个那个更多是所谓的这个代名词，就是说叫什么指示代名词，对不对？就是在英文里面就是 this that 这种对吧？而不是 the。英文的 the 我们翻译也是翻译这个，对吧？那英文的或希腊文的指示代名词，比如说是这个的话是 this， 对吧？这是一本书，你说 this is a book 是 this， 但是中文还是翻译是这，对吧？所以中文会有点混淆在这个当中。好，那我们翻译就当然就是按中文的这个习惯翻了哈，我们就看到有定冠词就翻译个这就好了。比如说这有 Anthropos 这个定冠词，那你就翻译为这个人。The man 这人。Anthropos 就是没有的话呢，中文是可以用一个人，或者就是人，就不用加这就行了那这里后耶稣就是这个耶稣我们也不翻译这个耶稣，就是英文就特指的就是耶稣然后呢这个黑阿雷西亚那这个是指真理这个真理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里面跟英文英文跟希腊文有点不大一样对，英文有些时候不用冠词的时候，希腊文用英文有些时候需要用冠词的时候，希腊文不用这个也挺有意思。中文就更乱了，在这个当中所以你大概知道就是用翻译为这个就行了，你只要认识这个冠词就行了。对，所以像这个抽象名词人名的时候，它其实希腊文是喜欢加冠词的中文和英文都不加，你不会说这个耶稣或这个真理，对吧？那就是耶稣嘛，或真理，这是特有名词专有名词。但是希腊文它会加定冠词。好，还有就是所谓的后置词，大家了解一下后置词呢，就是说它不能出现在句子开头，但是它翻译的时候要放在句首那因为是我们中文没有后置词比如说我们讲但他说在英文里面这个但是一个这个是但这个但呢它不能放在句首，但是它翻译的时候你得把它放在前面后代 a pay 就是这个但是他说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后置词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讲其他的一些这个后置词，它一般出现在第二个字或第三个字，大部分是出现在第二个字，翻译的时候把它放第一个就行了就这个意思。agape 就是背一遍它的字典型，背一遍它的一个这个定冠词，然后再背一遍它的这个字根字干，这个有没有问题？像这个的话，那这个后面再背，你就现在就是这个 allos， 就是 allo 就是它的一个字典型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别的英文里面有个单词叫 allergy 这个预言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就是说用另外一个图画或者意象来去描述一个事情就是指预言嘛allo。所以你的那个字干你知道为什么要背字干呢？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字根的变化就字尾的变化，格字尾，它都是在字干上加字尾，是吧？所以你背了 allos， 如果你让它变成就加上字尾的时候，那这个当然它是这个主格这个有 sigma 有 s 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字干是 allo 是没有这个 sigma 的，所以它在后面再加的时候。你就不能有这个 sigma 了，你就是按这个标准来在后面加字尾，这个可以理解吧？这个可以理解吧？所以为什么要把字尾形式这个字干也要把它记住呢？就是方便你在加字尾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字干上就加就行了。好接下来这个是 autos autos 呢，它
就是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称代名词啊，他啊他。好，那么这个有一个英文单词哈，这其实就是这个 autocrat 啊，这指这个独裁者哈这个 autos 就是指他一个人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自己管理自己嘛自己管理自己。好，那这个也没啥哈，等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读哈，我先把这些单词都先讲一讲啊。好，然后呢 Basileia 这个是你要把这个黑记住，黑 Basileia 或是 Basileia 黑，然后呢它的这个字根也是就是 Basileia 是指国度的意思Basilica 哈，在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词是从这里变过来，是指皇宫然后这个 但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后置词但是那这个是一般放在句子的第2个或第3个位置翻译的时候要把它放前面。然后这个 n n 呢就是有点像英文的这个 in 有点像英文这个 in， 然后呢就是在里面在中间这个意思。好，然后呢这个 Aragon 呢它这个是 hall Aragon hall那它是指工作或作为，它的这个字典型呢不是字根呢是Aragon Aragon 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典型呢就是 ergo 它有个这个就叫做 ergonomics， 就是指这个人体工程学或者功效学也就是从这个字的就是变过来的哈。好，接下来这个老师那个 ergon 是个中性词吧？它写成了一个阳性词，应该是中性词 tall 吧？对，这是 tall， 这写错了，对，这是 tall。老师，就是它那个字典形式不一般都是那个单数主格的嘛？为什么这几个都是把那个后边那几个去掉了？那个 ergo 不应该是它的主格单数形式？字典型对字典型是 ergon。就是，但是那个画三角形是它的字干嘛？表示是这个是它的字典型。这个嘛，这个是字干，或者叫字根。就是在这画星号表示的是它的那个字干。对，字干或者我觉得因为字根可能更好这个理解。字根就是说它，因为字干有点像希伯来文里面讲不同的字干哈。那这个是字根，就是说就有点像英文里面呢，它是怎么变过来的？就是那个以这个为基础来变化的。就是这个字根是不变的，字根永远都不变，然后以这个字根为基础来在上面变化。就是如果查字典型的话，还是以它那个主格那个单数。对，以主格单数，对这个 ergon 以主格单数，对。我明白了。对，那字根的话就是方便你在那个表里面你就知道怎么加字尾嘛，直接在这个字根上加，而不是在这个上面加。不是在这个不是在字典型上加的，是在字根上字根上面加。对，这个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吧？对，就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是这个kairos 就是指你们可能有听过一个课程叫什么？是不是就 kairos 课程？它叫什么？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就是这个时机，把握时机。后 kairos。就是指时机它的这个字根就是kairo kairo 然后这个是一个叫noon 是这个副词就是现在的意思它也可以做名词，就是也是现在就是这里中文翻译不出来反正英文你看一个就是 now， 还有一个 the present 就指这个现在。好，然后这个后黑涛这个就是这个定冠词那个表大家要记住后黑涛
啊，一个阳性，一个阴性，一个中性哈。好 ，haughty 是这个英文就直接翻译就是 that 啊，就是中文把它翻译为因为哈，其实它也不是，你可以翻译为因为哈，就是因为，对，就是一个连接词啊，一个叫什么？这也不叫连接词，这个 that 叫什么词啊？它有些时候会加个那个双引号啊，就是不是双引号，就是一个冒号啊，就是引出下面一个句子，大概是这个。好。然后呢是这个wook 啊wook，就都是指这个不。那这几个都是不，但是呢它用的时候有点不一样。这个 wook 就是用在如果后面一个字开头是子音，就用 wook；如果后面一个字呢是一个没有气号的母音，它就是 wook；如果后面一个字是有气号的母音，它就是用一个 wook 啊。而且呢，它用这个是期待一个肯定的一个回答啊，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有点像反问的那个感觉啊。对，好，后面这个呢是一个小时，跟那个kairos 有点不大一样哈。那个是特别讲的时刻、时机哈，这个是就是指这个时候哈，或者是小时 hora 黑 hora 啊，那它的这个字根也是这个 hora 啊，那所以我们这个英文的话，像这个翻译就是翻译为 hour 哈，那个 kairos 呢，它的翻译更多是一个 moment 或者是一个一个时刻哈，一个叫什么？一个时机哈，那个它的这个神学有点不大一样哈，在这里面，好，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些单词都读一读，好不好？我读一遍，大家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就是读这个字典型，然后读它的一个冠词，然后读它的一个字根，就是一下记这三个把它记住就可以了，好吧？好，那我来读哈，我读一遍，大家来读一遍哈。agape 嘿 agape 啊，就这样读啊，继续 alos alo 啊 autos 这就是 autos， 这个没什么啊 basileia 嘿 basileia 啊，然后这个是 de 这个是 n 啊 ergon to ergo 啊 ergon to ergo， 这就这样读的哈。然后继续哈 kairos 和 carol 啊，然后这个 noon 就是 noon 哈，后黑 to 啊，这个三个哈后黑 to 都是这啊 haughty。然后 wook 都是不哈啊，然后 hora 嘿 hora 嘿 hora， 好，这些单词有没有问题？没有几个哈，就是这些单词不多。